大家好，几天不见啊！因为我在研究一个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话题。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呢，中国有一个21岁的女生跟一个去上海参加电竞比赛的一个乌克兰的电竞选手，两个人滚了床单。这个选手呢叫宙斯啊，他呢拍了一些视频，然后发到了自己的 Telegram 的，就是电报的私人的电报群组里面。那后来呢，就被人爆出来，然后发到了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去。那就在几天以前，这个女生所在的大连工业大学呢，就宣布把她开除，原因是她有辱国格，与外国人发生不正当关系。这两天这个大学被骂得很惨啊。当然，这个事情非常的简单啊。我个人认为，就是中国呢，或者是很多中国人呢，在潜意识里面是把女性视为这个国家的财产。女性，中国的女性跟外国人发生关系啊，尤其是非婚关系的话呢，在他们看来就是有辱国格的一件事情。这当然是非常荒唐的，而且呢，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呢，其实也反映了中国这个国家和很多中国人的这个极度的不自信啊。那同时呢，也有很多人呢把矛头就对准了这个乌克兰的这个电竞选手啊，宙斯啊，说他是个渣男是吧？啊，说他拍了跟女孩的性爱视频，然后没有经过允许就把女孩的这个视频呢放出来炫耀啊，而且还说他有鼻子有眼，说到侮辱中国女人是 easy girl 啊，说中国的女人很贱，贱的就像巴西牛排一样啊。老实说呢，这个听起来有点怪，但是我当时并没有兴趣深究这件事情，直到我看到有两个人发了言。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胡锡进老师，是吧？胡锡进说呢，我认为真正应该受到惩罚的是那个乌克兰的电竞选手啊，呼吁中国方面应当不仅对他实施经济制裁，而且应该永久禁止他进入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关键是胡锡进在里面还用了一个词儿啊，他直接说那头乌克兰猪。而同时呢，我们另一位德高望重的在日本的王志安老师是吧，也发言说，说这个宙斯，因为宙斯后来在推特上发言澄清了是吧？他说我不相信这小子撒谎成性啊，这个胡锡进管这个人叫乌克兰猪啊，这次我同意胡锡进的评价，这小子就是乌克兰猪啊。到这里呢，其实我就突然引起了我的注意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对于语言其实很敏感的啊。我们知道，在英语里面，如果你说一个人是猪的话啊，要么呢是说这个人比较邋遢，要么呢就是说这个人呢，比如说比如说一个男的是吧，到处风流啊，也有人会说你是一头猪。但是在中文语境里面，说一个人是头猪，这几乎是对这个人的极致侮辱。OK， 我相信大家都同意啊，极致侮辱，而且呢，很容易会让人联想到什么呢？就是中国人经常骂白人嘛，白皮猪嘛，是吧？我想胡锡进老师作为这样一个喉舌，竟然能说出这样的话来，这个时候我就要注意一下。而且不管是胡锡进还是王志安，都列举了跟这个乌克兰人有关的一些事实啊，他们认为是事实，我就对这些事实呢进行了一个核查。同时呢，宙斯本人啊也在推特上，包括在电报群里面做了一些回应，我们就结合他的回应，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些事实。我呢把所有我能找到的啊，这个乌克兰人宙斯跟李同学的他们之间的这个拍的视频呢都找到，然后呢我配上了字幕，它里面用的主要是俄罗斯语，我找懂俄罗斯语的乌克兰朋友帮我配上了字幕，待会儿我给大家放一下。在放以前，我们先来说一个东西，巴西牛排。我相信很多人这两天都在听到说啊，这个宙斯说中国女孩贱得像巴西牛排一样。巴西牛排是什么意思呢？首先，宙斯这个人他的确从来没有说过巴西牛排。为什么？因为巴西牛排是一个只有中国这个小圈圈里面，中国的社交媒体抖音啊、微博上才有人知道的概念啊。这个其实源自于去年年底的时候，在抖音上突然有人发了一条旧视频。这个视频呢，找是一个西方人对着视频在评价世界各国的女性嘛，是吧？ Go to China. Chinese girls are very easy. Fucking Chinese girls is about as easy as buying like a cheap steak here in Brazil. They're very easy. I would recommend Chinese women. Chinese girls are so hot and they're easy. So yeah, trust me. And it's cheap over there too. Now Chinese girls are hotter than Thai girls by a lot. So
The thing is with Chinese girls, there's a lot of mid girls, but if you find like a hot one, like they're like 10 out of 10. It goes straight from there's like a shit ton of 6 out of 10s in Thailand and in China. And then it bounces straight up to 10 out of 10. There's like 5 or 6 countries in the world where girls are kind of the same. You got Russia, Ukraine, fucking China, Thailand. They're all kind of looking for a visa kind of thing, you know what I mean? You don't give a fuck what country they're from. They could be from Venezuela. They could be from Iraq. As long as they're hot, we don't give a fuck. 然后呢，宙斯这个事情碰巧也是在去年12月份爆发出来，然后就有人把这两者联系到了一起，而且呢，就有人讲啊，你看这个就是这个宙斯对着镜头在说，哎呀，我当时在上了一个中国的女的是吧？然后中国的女的好贱啊，其实。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亚洲人或者中国人是吧，很少看到白种人，对于白种人脸盲，不要说他们啊，其实我在澳洲，我有时候也会脸盲。白人对于我们亚裔也脸盲，其实是双向的。在我看来，这两者完全长得是不一样的，五官完全不是一回事啊。而且呢，这里面有一个你听他口音嘛，是吧？口音很明显，两者也是不一样的啊。宙斯呢说英文口音是这样的。Guys, I'm happy to stay here. I very love America, and I was in America first time.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俄罗斯人或者乌克兰人说英文的口音。我呢，为了严谨起见啊，把刚才说巴西牛排的那个人的那片段，跟宙斯说英语的片段呢，全部都输入 ChatGPT 的 O3 推理模型里面去啊。推理模型给出的答案非常斩钉截铁。前者呢是巴西人说英语的口音，因为葡萄牙语，尤其是南美的葡萄牙语的人是吧？说英语呢，它有特定的特征啊。那后者呢，他竟然直接告诉我是乌克兰人说英语的口音啊，而且还不是俄罗斯人。我们听俄罗斯语和乌克兰语好像挺像的是吧？就好像西方人听中国人跟台湾人说话，好像你们说的都是中文是吧？其实这里面差别还是特明显的。所以 ChatGPT 呢，多模态的模型告诉我这两者是巴西人跟乌克兰人啊，那前面那一个人呢，很可能就是巴西的。我其实找了所有巴西著名的说英语的博主、旅游博主啊，什么什么博主我都找了。这个人应该是一个无名小卒啊，没有多少人认识的这样一个巴西的本地的博主。但有一点可以确认，巴西牛排这个说法绝对不是来自于这一次的事件，更不太可能是来自于这个对于中国都并不很了解的这个宙斯。好。下面呢，我们把所有视频都放一下。首先我要说一点，这里面没有性爱视频，绝对没有性爱视频。当然了，这里面有几个视频呢是有强烈的暗示，两个人滚过床单了。这个恰恰呢，其实也并不是秘密，是吧？有一个视频呢，的确是有裸露的，我们在最后放。我们先放第一个。Первое правило – это расслабить эту мою девочку. То есть мы ее расслабляем. Это ZES Киберскул 18+. Да? Да. 第二个在浴室门口。Я вам так скажу. Кто-то в душе. Hey, you here? You here? Okay. Кто-то в душе, это не я. Понимаете, да, что мы ждем, движемся. 第三个啊，说你亲我，亲我。Все просто, ребят. Почему девушка это... Смотри, только... Hello. Hello. Kiss me, kiss me. Вот. Почему она меня так любит? Я ей показал телеграм, она увидела вас, посмотрела профиль и сказала, бля, это хорошие ребята. Все, точка. Больше... Хотел больше сказать, но не сегодня. 第四个是李同学穿着浴袍。Давайте по факту. Hello, baby. Hello. 第五个是李同学睡觉的时候。Поездочка вышла вообще прикольно. Здесь у нас китаечка спит, здесь у нас октоптовый аварц. 第六个是李同学呢喂这个宙斯吃薯片。Девочка меня любит, а он меня кормит чипсами. Say hello. Hello. Hello, my best guys. Oh, what guys? Give me chips. Узнавать лишнего. Это хорошая китаяночка. Блин, дайте огня. Это не та сука конченая, которую я прокинул на 150. Есть нормальные девчонки в Китае. 这里面有一段话啊，其实你不太明白他讲的是什么意思。
如果你不做深度调研的话，你也不理解他讲的什么意思。我一开始也没听懂啊，我以为他讲的是说，俄罗斯人啊，或者怎么样子啊，$150啊，相当于是妓女等等这样子的。其实并不是，是因为他在上海期间呢，发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插曲，他在上海被酒托给骗了。Ну, отработанная комбинация, четкая, красивая, на лоха. И в таких они, знаешь, такой гандел в таких комнатках, и там такие занавесочки. И напротив тоже сидят, ебать, люди. И я смотрю, там телки, нахуй, бутылки у них стоят, и типы лохи, блядь, сидят. Их именно там плотно, блядь. То есть я еще успел среагировать, а многие ж не понимают. Я просто как бы, уже знаю такие комбинации. Я с ней выхожу, у меня уже, блядь, от этой всей хуйни неприятное настроение. Я думаю, максимум могу тебя сейчас, блядь, отодрать и все, блядь. Я, блядь, сижу такой, говорю, что происходит, типа, блядь. Говорю, она такая, все нормально. Давай, короче, сейчас возьмем бутылочку, она мне говорит, и пойдем ко мне в номер. Я говорю, блядь, бутылочку, говорю, так она там стоит, говорю, под косарь $. Экспрессия. Она такая, да, дороговато. Говорю, сейчас все закрыто, мы нигде не купим. И говорю, блядь, типа, в смысле, говорю, а что за хуйня? Я и не знаю, тут закрыто, не закрыто, может чешет, блядь, я не проверял еще. Я говорю, блядь, да не задрачь. Она такая, ладно, мне еще бокальчик хотя бы дай. Короче, я выпью и все. Короче, хуясь. Так все быстро происходит. Я говорю, это фокусники нахуй. Бать, и она, короче, вы поняли, принесли в нарезке, прикиньте. Арбузы, виноград, какие-то, блядь, еще такие штучки, я забыл, как называются, такие, типа, в кожуре. И помидоры. Ебать, она как начала хуярить вот эту тему, ты поняли, со шкуркой. Шкурку, сука, выплевывают, нахуй, как быдлятина какая-то. Фу, блядь, такая, хуясь, виноград, что-то, фу, блядь, салфетки, в этот шампанское хуярит, ей сразу следующее приносит. Я, сука, сижу, чувствую, нахуй, как в кино, нахуй, как, сука, меня разводят, нахуй, как в каком-то, нахуй. Я вообще охуевший, я говорю, так, все, блядь. Я только говорю, так, все, там уже третий залпом уебашивается этот бокал. Я думаю, ебать, нахуй. Я говорю, так, все, давай счет, идем, блядь, отсюда к тебе. Я говорю, все. Ебать, она и тип мне выносит счет, короче, $150. Я говорю, блядь, за что там не было, говорю, $150. Он такой, не, смотри, по чеку все четко, блядь. Что-то там разложил, как-то посчитал $150. Мы посидели там минут 10, блядь, поняли? То есть именно, блядь, шоу бы нехило такое мне показали. 所以这两天呢，很多人在传的一张照片是吧？似乎这个照片就是李同学。其实这些照片在宙斯的电报群里面就有，这个照片就是骗他的那个酒托的照片。顺便讲一下，刚才给大家放的宙斯那个片段，那是 AI 合成的视频，是我根据他自己本人对着摄像头的这个视频呢，和他的那段话，因为他是在群里面跟他的这个粉丝啊，用俄语讲那段话，然后生成的这样的视频，但是毫无破绽啊。好，最后我们来放一下我个人觉得最有争议的视频。Малышка, ты классно выглядишь, а? Ай, идепса, люблю. 这个视频里面呢，他的确拍到了李同学的裸露的身体，但是，在我看来也是遮盖了所有的敏感部位。因为这个视频，我个人也是有很多问题的。而且呢，就此呢，我还直接去问了这个宙斯，他当时在推特上发了一个推嘛，解释自己。他说呢，我并没有发任何的色情的啊，也没有发任何的不尊重的内容。那我就说，那既然你觉得你这些并不是色情的和不尊重的内容，为什么你当初要删这些内容呢？啊，这里面我要说一点，在我看过刚才这些视频以后，给我一个强烈的印象。如果你啊，尤其是配了字幕以后呢，你看了这些视频以后呢，我相信你也会同意。就是李同学呢，在整个这些视频里面都知道自己在对着很多人说话，这个视频是会放出去的。OK， 那么按照宙斯来讲呢，他自己讲的呢，他说李同学并没有不同意啊。如果说我们从法律角度啊，法律是道德的下限，注意，只是下限而已。从法律角度来说呢，宙斯发这些视频有没有违反法律？没有，直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为什么？难道说对方没有说不同意，你就可以发了吗？这个其实就跟关于什么是性侵的判定是一样的啊。男女两人滚了床单，然后呢，女生后来啊就说他是强迫我的，我没有同意。那么在不同的国家，包括在一个国家不同的州啊，认定标准不一样。有的呢是要求你必须要明确有同意，
甚至是要有记录下来的，是吧？不管是写下来的还是拍下来的内容啊，就我们滚床单以前，你必须要我们要签字画押，要同意。在很多很严的地方，就是说你必须要明确的同意才叫同意。当然了，我们知道谈恋爱嘛，滚床单一般来说很少，很多时候是个情到深处，是吧？没有说稍等，我们先来签个字啊。所以呢，要通过各种的旁证啊，来证明说当时呢，虽然他没有签字画押，但是呢，他的确是非常有强烈的、明显的同意的迹象，这样就不会构成的性侵。那么在这个照片里面呢，我个人感觉也是这样子的。如果说现在李同学去控诉，说这个宙斯当时他拍是强迫我的意愿的，他没有征得我的同意。那宙斯呢，反过来呢，就必须要证明说他当时的确是同意的。我们假设在法庭里面，陪审团那么在看这些视频的时候，我相信到时候陪审团会有很多人不同的意见。有的人会说，你看呀，他已经知道了啊，他知道他是，首先他不是直播是吧，他是拍下来的，他也知道说，对的，嗨，hello， 大家好，是吧？就他知道会有很多人看我这个视频，而且我看他很轻松啊，很放松啊，他并没有表现任何的抗拒，甚至是畏惧，是吧？甚至有的时候就脸已经离开镜头了，他又回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我是不是可以认为他当时的确是愿意的呢？事后反悔那是另外一回事，当时他是不是的确是愿意的呢？可能会有人会这么去辩论，当然也有人会是另外一种辩论方式，是吧？而且呢，陪审团呢可能还会考虑到一个情节，就是比如说这个宙斯在发现这个东西引起了各种舆论很多人反对到他这儿留言来骂他之后呢，他就删除了所有这些视频啊。所以综合以上的话，还是那句话，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判罚的尺度和标准啊。而综合以上呢，我个人觉得可能在澳洲可能他不会在法庭上被判有罪，但是依然是那句话，法庭只是道德的底线。用法律呢是可以很好去讲道理和讲事实，但在道理事实以外还有一个情分嘛，是吧？情分这一点我们无从判断。这一点呢，我是希望可以采访到宙斯本人，跟他面对面的，让他把这个道理以上的情分这块来说出来那这就意味着我就必须要履行。他现在在哪里？他现在在西班牙，所以如果我要采访他，我必须要去跟西班牙跟他见面，这个时候就是进广告的好时间。上次我去印度买当地的上网卡，就怕被人骗了。这次呢，我学聪明了，直接使用 Silly 的 eSIM 卡，一落地就自动连上网络，全程稳定不卡。我呢还直接用它分享热点，上传影片。不限热点分享，支援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连机场买卡的钱和时间都省了。而且呢，Silly eSIM 还有 VPN 功能，可以跨区外，还能够保护上网安全，安全又可靠。苹果和安卓都能使用我也比过价，甚至比谷歌搜出来的那些还便宜。不过呢，安装以前记得先确认装置有没有支援 eSIM 卡功能。你有没有也在国外为了买上网卡被坑过呢？我现在每次出国以前都会先装好 Silly 的 eSIM 卡，一下飞机就能上网，速度快，操作简单，不用排队，不怕被骗。我最满意的是它可以开热点，笔记本电脑也可以用，一张卡搞定所有设备，品质有保障，价格也实在。点我的专属链接 silly.com/Sydney Daddy， 结账时输入优惠码 Sydney Daddy， 立刻享85折优惠哦！就从一张 Silly eSIM 开始吧。我很想去西班牙，是吧？亲自会一会这个人，很多人称之为渣男的家伙。他呢，2天以前呢发了这样一个推特，把很多指责呢自己相当于澄清了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说6个月以前呢，我发了视频，是吧？我在上海认识一个女孩我们呢露脸了这个但是呢，视频里没有露骨的色情内容或者任何不尊重的内容。当时呢，我感觉就是生活中的正常时刻，没有意识到呢，它会影响某个人的个人情况后来发现呢，这个女孩正在恋爱是有男朋友的她因此面临很多仇恨我真的很遗憾，事情会变成这样。一旦我明白情况的严重性，我就删除了视频，从来没想伤害任何人我不是故意的，我没有隐藏或者找借口这是我就是100%诚实。然后呢，声明我没有结婚，没有恋爱，关于妻子或家庭的谣言都是假的这个事儿呢，我其实呢最早我就查核了这一点，因为很多人觉得嘛，这个你都是有老婆孩子了，还出来这个混还出来鬼混而且可能还欺骗了这个女孩，是吧？那这你是不是不道德？
但是我当时看到的是游戏圈里的人啊，就已经在讨论这个话题，说他好像是没老婆。我去他的 Instagram， 去他的电报群里面呢搜，他在 Instagram 上发了很多跟女儿一起的合拍的视频啊和照片啊什么样子啊。那么的确呢，游戏圈的人是认为他的确是没老婆的。他女儿14岁，在2011年女儿刚出生的时候呢，就有人对外宣称了啊，他女儿出生了，所以他女儿的确是一直跟着他的，所以他应该是单身状态，而且他自己这里面亲口讲了。我相信呢，没有人会说明明有老婆是吧，然后为了这个事儿呢还说自己没老婆。同样，我还希望可以当面的去问问他啊这件事情。最后想请停止仇恨，我们都会犯错，我从我的错误里吸取了教训，我想往前走，尊重所有的人，希望，而且呢，如果我能够帮到那个受影响的女孩，我很乐意这样做。那另外还有这样一个回复啊，说我从来没有说过啊，他里面讲了，从来没有说过中国女孩很 easy girl。这一点呢，我倒是也做一下调研啊，在当时我能够找到的所有的这个电报群的发的视频的截图里面，我都没有发现 easy girl 或者 EZG 啊 ，EZG 就是 easy girl 的。我发现呢，很有可能是在微博上第一个谈论这件事情的一个八卦博主，他当时在发这个时候呢，一开头写了 EZG 3个字。啊，有一种暗示嘛，就好像这是个 easy girl 啊。我个人认为呢，很有可能 EZG 或者 easy girl 呢是这个博主自己的意见，对此的看法，他把它加到了自己的微博里面去，结果呢就被人视为说是事实的一部分。这个可以说跟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巴西牛排这个事情其实是在一起的，一种公众的情绪的结果下呢，很多不是事实的东西就变成了事实。当然，如果有朋友有截屏证明他当时里面的确写了 easy girl，也欢迎你发给我，我希望可以到西班牙当面去打他的脸。他说我没有说过中国女孩很贱啊，这不是真的啊，我对中国和中国文化怀有深深的敬意，我没有做错任何事啊。不幸的是呢，那个女孩从来没有提过她有男朋友，我相信呢，如果没有那个细节啊，就不会有什么坏事啊。他说呢但是呢，你们这个行为方式很糟糕啊，你们没有寻求真相，而是在写各种仇恨的言论啊，你们继续这样子的话呢，不会让你们成为好人的。在他发了这些以后呢，很多人依然是不依不饶，是吧？觉得这就是个渣男啊！渣男呢说的任何话都是不可信的，所以这个事儿没有这么容易可以过去啊。他昨天晚上在他的电报群里面啊，也有人去骂，是吧？你这怎么样？然后呢，他就做了这样一个回复啊，这是当时的截屏，我呢简单做一个全文的翻译啊。他说我没想到会这样，过去3年我一直在印尼，没有参加比赛，是吧？这次呢，我长期休息以后呢，第一次飞到中国参加活动。去年底，我开始呢在电报群里面拍一些视频动态，分享我的经历。在认识这个女孩以前呢，我也发了跟很多其他选手和朋友的视频片段，但是有没有这个滚床单的或者暗示滚床单的片段呢？大家都很喜欢啊，内容很快就火了起来。我们的视频里面充满了活力和欢乐，展现了我们在一起唱卡拉 OK 啊、聚会啊这种美好时光。然后呢，我遇到了这位女孩，我们拍了一些有趣的视频，她不反对，很自然的在镜头前摆姿势、微笑，表现得非常自在。这个我认为是的。我发誓呢，如果我当初知道会对她造成伤害的话呢，是绝对不会去拍的啊！我是成年人，37岁了，我发这些视频不是为了炫耀，看我又睡了谁，是吧？这个从来不是我的本意啊，我们只是很开心的玩在一起，我没有侮辱她，没有羞辱她，也没有曝光她的隐私。刚才的我们给大家放那些视频里面，我个人觉得至少视频所表现出来的，他并没有在侮辱她，说她很贱，说她很容易上手。但是呢，如果说你不知道他说了什么，你光看着一个人啊，然后说让女孩亲我亲我，你的确会觉得这个人是不是太轻浮了？是不是把女人好像玩弄于股掌之间，来作为一种炫耀的资本？的确，我觉得会给人这种印象。我们都只是沉浸在当时的气氛里面，那事情开始扩大以后呢，我们就立刻删除了所有内容。我没想到会演变成这样，之前我并不知道中国人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应，现在我意识到了。老实说啊，我现在心里感到很难过。我不是想逃避我的责任，但是我希望你们可以理解，事情背后并没有任何的恶意。我从未想要伤害或者羞辱任何人，那当时只是一段自由、欢乐、真诚交流的时光，仅此而已。当然这是他自己的话啊，这个他说没有任何的恶意。
你说没有恶意就没有恶意了吗？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当面的问清楚比较好。我已经给他们方面发了这个采访的请求，我可以飞过去。我孩子假期最后还有4天时间，我可以在这个4天时间里面做这样一件事情。好，昨天呢还发生了一件非常令人意想不到的转折。这个磊哥大家熟悉吗？大家知道吗？我以前曾经跟磊哥连过线的，在疫情期间啊，我跟磊哥曾经有过一个长达2个多小时的连线啊。当然，其实那个连线没有什么太值得看的。我当时是希望可以跟这个磊哥可以求同存异的啊。最后其实并没有达到这个效果。磊哥专门呢以民族主义情绪跟排外情绪来煽动流量的这样一位朋友。他原来在加拿大，后来据说是回到了中国，但是据说呢，又好像他的家人的身份依然是加拿大身份好，他呢发这条，结果磊哥的号被封了。它里面列举了一些东西有的人呢就会在微博上面说他造谣它里面有几条，我们不一条一条看它里面有几条首先就是说呢，说这个李同学呢在推上的12个国家登上热搜是吧？标题就是中国女孩如此容易上，并被爆出学校这是绝对是假的。OK， 这个事儿在中国以外没人知道。如果在已经报上热搜12个国家的话呢，这个宙斯呢早就知道这件事情了没有人知道，在中国以外，在华文圈以外没有人知道。当然现在有人知道了，而且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中国女孩所谓的不管是 Easy Girl 还是巴西牛排，全都是中国互联网上的牵强附会，甚至是故意栽赃。待会儿我会给大家放一个故意栽赃的另外一个案例，保证让你们觉得细思极恐，是令人发指还有这一条，这就是我要说的，说他叫宙斯爸爸，并且自愿带着狗链在地上爬。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在收集信息的时候，我就发现了，有的人呢贴出了宙斯的这个群里面的，他有一张照片，照片显示呢有一个应该是女生是吧，脖子里挂着项圈，然后呢宙斯呢似乎在手牵着这个铁链，在牵着这个女生而且照片呢截屏截得非常巧妙，正好把这个女生的脸没有截出来，只露了点头发出来。然后呢就有人说这个就是这个李同学。这个视频在宙斯的电报群里面依然有，我呢也同样配上了字幕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视频。Да, сейчас пойдем реально ключ возьмем и все. И все будет хорошо. Вы взяли карточку, ребят? Правильно. Я послушная псина. Да ты будешь слушаться. Что там случилось? Пошли в лифт. Так ты его вызови вначале. Давай веди нас в лифт. Я же по воды. Слепая собака по воды. 这个我觉得不用 ChatGPT 是吧？大家一听就听出来，这应该也看也能看出来带狗链的呢，这个并不是李同学，甚至并不是一个亚裔或者华裔的女生而且听口音呢，应该也是乌克兰的，或者是应该是乌克兰人。其实呢，就算是李同学，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狗链并不是很多人想象那样像董志明的那个链子是吧？这个呢就是一个情趣产品只不过呢。老实讲，他们把这个情趣产品呢，在酒店大堂里面玩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惊讶的。而且那些女粉丝似乎毫不在意，有的是戴着墨镜的是吧？还有一个根本就是露脸的，毫不在意。在他们看来呢，这其实就是他们的游戏的一部分。所以就这个视频呢，其实就让我有2个感触。第一个呢，这帮哥们儿姐们儿游戏圈的这帮哥们儿姐们儿玩的还真是疯而且这些视频呢，似乎不只是玩，他们自己玩似乎也能够吸引流量。你可以认为它是一种吸引流量的一种工具而且呢，有的女粉丝呢，可能思想的确是比较开放。我也问了我在乌克兰的朋友是吧？的确在乌克兰人对于这方面的思想其实是非常开放的当然了，结了婚呢还是两回事这个所有的文化里面，对于结婚以后依然在这么玩的都是突破一个道德底线的。第2个感触就是什么呢？就是有人竟然能够脏到这种程度
要么呢就是把这个脸给截掉了，要么呢就是进行艺术处理，然后说呢，哎，这个就是那个姓李的，你看不要脸是吧？侧面可以反映出来，为了流量，或者说为了证明自己某一个比较极端的观点，有些人能够极端到什么程度啊？所以呢，我们反过来可以看之前我们所审视这些事实，这里面有多少是有的人故意加进去的，有多少是在追逐流量的时候，我并不是为了害你啊，我只是觉得这么说更能吸引流量，是吧？所添油加醋的。在现在的互联网上，尤其在中国的互联网上，这样一个监管比较失衡的 ，OK， 有的地方管得特别严，有的地方管得特别松啊。在这样的地方呢，我们应该要怀疑，充分的有这种批判性思维去怀疑任何人带给我们的一些所谓的事实。刚才我们在探讨整个事件里面有一个地方是很缺失的啊，就是说关于这个李同学到底是不是有男朋友啊什么东西的，我个人倒是认为呢，男朋友跟结婚是两回事。我首先必须要扯清楚啊，在没有结婚以前，双方是没有这样一个约定的，神圣的约定的。以前呢，大家都是自由的。那此外呢，关于很多人讲的，这李同学是有男朋友的，而且是用男朋友的钱来上海啊，千里送炮等等这样子，我没有看到扎实的证据。有很多人说，当时她的男朋友是在抖音上面的，是有号的，是吧？然后还在哭诉啊。现在这些信息都搜不到，我没有找到，哪怕是有一些说服力的视频也好，或者说文字的叙述，其实文字叙述都不够啊，而且我们也很难知道当时那个号到底是不是她男朋友等等这样子，这个证据链是严重缺乏的。如果有的朋友呢，他是有证据的话呢，欢迎你可以给我提供啊。现在所有的信息都是我在网上的公开的信息渠道里面获得的开源信息，我希望可以面对面的跟当事人可以谈，我希望可以去欧洲采访到这个宙斯。最后我要说一点，为什么我对这个事情特别上心？其实现在有很多的世界大事，是吧？美国呀、欧洲呀、贸易谈判啊。我以前做过20集的贸易谈判相关内容，但是为什么这件小事似乎我特别上心呢？因为我身为一个在中国以外的华人，我特别警惕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在我们节目开始以前呢，我碰巧刷到了这样一条视频。Thank you guys for your support. It's not been easy. We know you guys traveled from Hong Kong all the way here. Look at the Chinese fans. Next time we'll beat these bastards. 香港队在亚洲杯里面0-1输给了中国队。香港队的一名球员呢，就跑过去跟香港球迷感谢啊，感谢你们远道而来，还有这么多人，我们都输了，你们还留下来。你看那边中国球迷早散了，是吧？下一次 we'll beat these bastards。结果就被人渲染成为这是在侮辱中国人，甚至呢可能说这是渲染这是在港独，是吧？这是在辱华。如果连这样一句，其实你只要在不管是在你懂一些英语，或者是懂一些文化的背景，懂一些体育圈的事情，你都会知道这样一句话是经常表述的。而且呢，在很多时候 we'll beat these bastards， 是吧？这个 bastards 不但不是在侮辱你，甚至是在表达说什么呢？说这些家伙啊，就是他们这次把我们干了啊，这次干了我们，是吧？我们恨他们，我们要用这种恨，是吧？下一次要反过来化仇恨为力量，要干掉他们啊，其实是包含这种意思的。并不是在侮辱任何人。如果连这样一个简单的英语对话都能变成一个说这是在侮辱全体中国人，我很难想象一个有14亿人口、全世界第2大经济体，不管它有没有民主体制啊什么东西的，我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国家会往何处去。而不管它往何处去，全世界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尤其是在中国以外的华人，我们都不愿意看到。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可以做这样一个沟通交流，文化上沟通交流的纽带。直觉告诉我，这次发生的这个事情呢，其实就是一个文化上的
断层。而我们可以利用这样一个机会呢，去加强中国人跟中国以外的人的文化上的交流和相互的理解、相互的包容。而我在胡锡进的那句乌克兰猪这个词身上看到的呢，是有的人觉得中国的国内稳定是头等大事，为此我们可以为了让中国的男性跟女性是吧，大家都不要再闹了啊，大家都不要再互相仇恨了，我们一起去仇恨外国人啊，把一件中国的父权在压迫女性的这个问题转移成是一个外国男人在压迫中国女人的故事。我认为这个就是在煽动某种极端的民族主义。如果中国最终选择了用这种极端民族主义来维持内部的稳定的话，我认为这种脆弱的和虚假的稳定是中国和这个世界最大的隐患。